我当时不是说我访问的那一个人，他们包厢里本来有4个人吗？消防队从那个包厢里救出了7个人，我也觉得很疑惑啊，是有另外3个人从别的包厢呢闯进他们这边来，这个也证明了一件事情，没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，是跟大家说明一下3个步骤，让你判断一个公共场所安不安全，就是一个精简的 SOP。是的，在2020年4月份，不是台北钱柜 KTV 发生一场严重的火警吗？新闻报纸报最大的现场缺失是什么？你还有印象吗？警铃关掉了，没有错，导致很多人当时在发生火灾时，他们是没办法第一时间知道的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一个场所风险。第一个步骤呢，你要先找到这个场所的受信总机，多半受信总机会出现在1楼大厅的柜台后面。这个不一定，因为呢，有些场所它受信总机可能设置在他们的警卫室，或者设置在他们的防灾中心，所以那个不是一般民众你闲人可以过去看得到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看得到它的受信总机的话，你就仔细看它的受信总机上面有没有闪烁的灯号，或者是有常亮的红灯。如果有红灯跟闪烁的灯号，那有很大的几率这个场所现在的警报是失效。受信总机它会因为厂牌不同，有的它会有绿灯亮着，表示说我现在是在待机状态。我也看过很少数它的电源表示灯是常亮的红灯。好，那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，你也不需要说我要凑上前去看得很仔细，说它到底亮哪个灯。你只要经过眼睛一瞄，你就可以做很快的判断。你只要看到常亮红灯跟闪烁的灯号你就要有警觉，这边可能是有问题的。那如果没看到受信总机了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而且你的受信总机所有灯号都正常，也不代表它完全没有异常，起码不要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知道。那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消防栓上面常常会有一个红色的那个火警表示灯，那个红色的灯平常应该是常亮的。如果你看到那个灯在闪烁，那就代表说这个场所现在接收到火警讯号，可是现场却没有任何的警铃声，代表那个场所它的警报被人关掉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警讯。那再来还有一些就是火警探测器，这被罩了一个防尘套在上面，它就侦测不到火灾。这个常常会出现在施工结束后的地方，所以这是几个民众可以比较简单判断场所警报有没有异常的方法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会希望大家去看一下逃生通道，不是说你直接看它什么的逃生平面图地图，不是哦，因为那个地图它不会跟你讲那个逃生出口现在的状态是什么，逃生门是上锁的，或者是有杂物堆积挡住的，你地图上是看不到的。你到了陌生环境，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下逃生出口在哪里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看我们的防火门，你今天要去走逃生通道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经过楼梯，顺便看一下楼梯间的防火门有没有关起来，如果没有关，你就顺手将它关上。很多那种商务旅馆，它的每一个房间在天花板那边的角落都会有一个洞，然后装管子所以那个也不行，那个也是被破坏的。其实你想说那个管线这个有另外一项的规定，那个叫做防火填塞。因为呢，我今天有个墙壁，但是我要装我的维生管线，所以我一定得穿。你管线穿过去可以，可是我周围的那些缝隙，我必须要用一个叫做防火填塞的东西把它堵起来，这样子才能够确保说万一我发生火灾时，这个地方不会成为我防火区划的漏洞。好，但是这个部分呢，我不会说大家要去看，因为那个部分不容易看得到。那像大家很熟悉的关门避难这个应变观念呢，它其实也就是在运用防火区划这件事情。好，我把门关起来，烟热不要扩散过来。就算我今天没有逃，
我也不见得会在火场有什么事情。我当时不是说我访问的那一个人，他们包厢里本来有4个人吗？消防队从那个包厢里救出了7个人，我也觉得很疑惑啊。我心想说，你们是繁殖速度那么快吗？是有另外3个人从别的包厢呢闯进他们这边来，这个也证明了一件事情：不要跑。没错，当他们今天已经发现火警发现太慢的时候，你跑你根本找不到出口，你跑反而会有危险。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人家讲，那个消防设备做得好是让你及早应变，让你方便应变。但是如果防火区划做得好的话，它甚至有机会让你不用应变。这边就快速的跟大家整理一下3个步骤，快速判断一个场所有没有消防上面的风险。第一个，用我们刚才讲的方法去看一下它的警报设备是不是正常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亲自去走一下他们的逃生通道。第3个，去看一下楼梯间的防火门有没有关着。那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另外，你们到公共场所有检查安全的习惯吗？有没有遇到什么奇葩的事情？欢迎下面留言。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因为我也遇过有民众跟我讲说，老师还好你有跟我讲，因为他一直以为消防栓上面那个灯闪烁才是对的。对，我就问他很好奇，我说你怎么会觉得它闪灯才是正常？他就说因为他们家社区大楼已经闪了5年，从来没换过。